驾车离开。但按照艾米的计划，他将选一个特定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并将尸体沉入湖底。警察发现尸体后，会认为尼克残忍杀害并抛尸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艾米打算用自己的生命彻底摧毁尼克，确保他永无翻身之日。可就在他失踪后的2天后，他便开始好奇尼克的处境，于是他便利用电脑得知了尼克现在的窘境。而此刻的艾米似乎真的很享受这一切，这也间接的让他打消了自杀的想法。与此同时，尼克为了洗清嫌疑，聘请了一位顶级律师，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连律师在听完尼克的陈述后都不得不佩服艾米的计划几乎完美。律师甚至表示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尼克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首先他得改变大众对艾米弱势者的看法，让人们明白艾米操控他人思维的真相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们需要寻找艾米曾经迫害过的受害者。尼克想起了8年前被艾米告过的一个叫汤米的男子。商讨好策略后，尼克则立刻去找汤米。汤米告诉尼克，他当初是被艾米陷害指控性侵的，这全是艾米设计的阴谋。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，他只能无奈认罪，结果被判入狱，这毁了汤米的一生。汤米也将自己曾经所了解的艾米毫无保留地讲述给尼克听，直到现在，尼克从汤米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艾米的恐怖。汤米的遭遇和尼克极为相似，尼克这才明白，原来艾米和他交往时全部都是伪装的，只是为了嫁给尼克而已。婚后的艾米才露出真正的面目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控制狂。他想将尼克塑造成他想要的模样，但现实却背道而驰，因为尼克本身的人设其实也是伪装的。他接近艾米也有自己的目的。婚后的尼克也慢慢变得颓废，这和艾米了解的完全不同，所以生活中的矛盾愈演愈烈。几年后，无法忍受的尼克选择便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。与艾米前男友告别后，准备回家的尼克就在机场看到了一条新闻。随着妻子失踪案件的持续发酵，媒体已经把尼克定性为杀人犯，甚至还污蔑他与自己姐姐有着说不清的关系。尼克原本不在意这些报道，但看后无法再保持冷静。如果不尽快洗清嫌疑，恐怕不是被捕就是被公众的谩骂淹没。为了寻找更多有力的证据，尼克又去找了艾米的初恋情人。男人名叫德西，是一个出身在富裕家庭的富二代。德西在听到尼克的请求后，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吃了闭门羹的尼克也只好回去向律师报告情况。与此同时的艾米在旅馆时遇见了一个女人，而对方看着艾米脸上的伤痕，就猜测艾米必定是遭遇了家暴。原来艾米为了不让人认出她的身份，她不仅剪掉了自己的长发，还重新给自己的头发染了一个颜色。为了确保自己与以往大不一样，艾米甚至还拿起榔头狠狠地对着自己的来了一锤。自以为是的艾米也并没有把女人当作一回事，可艾米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女人接下来会打断她接下来所有的计划。随着几天的相处，两人也慢慢的熟络起来。某天夜晚，艾米与他们一同在屋外玩耍，艾米却因打进了一个完美的进球开心地跳了起来，可却不小心将绑在身上的现金掉在了地上。而一旁看到这一幕的两人便立刻露出了贪婪的目光。意识到不妙的艾米随即便打算第二天选择离开，可就当艾米打扫好一切准备撤离时，她的男友来到了这里。两人来势汹汹的模样显然是来者不善，果然没一会的功夫，两人就将艾米打劫一空。此时的艾米还想用警察来吓唬两人，但此时的女人早已看穿了一切，因为她早就看出艾米的眼睛是假的，头发也是染的，显然是在故意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所以她笃定此时的艾米必定不会选择报警。艾米就这样也不得不选择吃下这个哑巴亏，而现在的她只剩下一辆不值钱的二手车，甚至连吃饭住宿都得不到解决。经过一番思考，艾米也不得不重新制定了一个计划，于是她拨通了那个许久未联系的电话，而电话那头正是她的初恋情人德西。艾米一见到德西就对着他一顿 PUA， 还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因不忍受丈夫长期的家暴而逃离的人，甚至说尼克威胁她，如若从他的身边离开，那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并将她杀害。而一直爱慕艾米的德西想也不想就相信了她，并将艾米安排在他的湖边别墅当中。而此时的德西还以为自己即将抱得美人归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正是自己的这一举动，接下来会害得他丢掉了性命。而这所别墅能够提供艾米所需要的一切。然而德西这个男人看似人畜无害，实际上却有着极强的控制欲。他在别墅中安装了许多监控设备，还梦想着与艾米重燃旧情，而这一切都被艾米看在眼里。德西也不可能驾驭住像艾米这样的女人。与此同时，尼克回到家发现酒吧门口围满了人，家的周围也被各路媒体占满了，这让尼克措手不及。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妻子的对手，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律师身上。于是他便向律师坦白了自己的出轨行为。律师建议尼克在媒体上坦白，不隐藏出轨的事实，必须表现出对妻子的悔意和爱，从而让这种从被动转为主动，这才有可能会让警方和公众重新审视这件事情。而当下的人们似乎很是喜欢浪子回头的戏码，也许能有机会改变现在这被动的局面。而此时的尼克也别无选择，只能听从律师的建议。可就当尼克准备去电视台直播时，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，他的情人却抢先一步公开了一切，还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欺骗的无辜少女。
这让尼克顿时成了众矢之的。情况急转直下，律师认为此时直播不妥，但尼克在这一刻却没有选择退缩，反正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。而这一次的尼克确实没有让帮助他的人失望，他在节目中的表现异常流畅，他的忏悔甚至看起来毫无瑕疵。看着电视内如此真诚的尼克，艾米的心也再次被他所触动，他也似乎感受到了尼克那颗真诚的心。眼前的尼克正是他心中所期待的模样，而旁边的德西却未能察觉，误以为艾米对尼克已经死心。德西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艾米那颗冰冷的心又再次被尼克所点燃。与此同时，艾米的计划也在酝酿当中。第二天，德西正准备离家，艾米突然亲吻了他，他猛地咬破了他的嘴唇，并且故意弄乱了他整洁的穿着。德西还以为艾米的心已经在向他靠近，却不知道这只是艾米实行计划的第一步。等德西离开之后，艾米开始了他那精湛的表演。他用绳索制造勒痕，假装自己被绑架，再将红酒涂抹在自己的私密处，然后跑到监控范围内，表现出一副刚刚被折磨完的模样。为了让自己导演的这场戏显得更加的真实，他甚至不惜将红酒瓶塞狠狠地对着自己的私处来了几下。当德西回到别墅时，艾米故意假装成一副饥渴的模样，而作为舔狗的德西哪里受得了这些，没一会的功夫就陷入了艾米的陷阱当中。就在德西沉浸其中时，艾米突然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刀片，猛地对着他的喉咙割去。没一会的功夫，德西就倒在了血泊当中。或许到死的德西也不明白，为何自己的一片真心竟然落得这一下场。第二天清晨，在家中的尼克就被外面的动静吵醒。当他来到外面查看情况时，却惊得直接说不出话来。只见艾米浑身是血，坐在车内。此时的尼克也不知道艾米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随着艾米步履蹒跚地走向尼克，围观的一众媒体也将镜头对向了两人。等到艾米慢慢苏醒时，发现自己被警察围绕。随着故事的展开，揭露了一个关于初恋绑架自己的事实。艾米杀死德西并逃脱，完全是无奈之举驱使。一连串无懈可击的逻辑，使得原本应被逮捕的艾米变成了受害者。听到这里的邦尼感到困惑，他觉得还有许多问题未解。艾米指出别墅内有监控可以去查看。此时，一位权威的警察结束了审讯，他们决定结案。尽管案件有着许多的疑点，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艾米也就这样成功的洗脱了自己的嫌疑。他也成为了无数人眼中的英雄。可了解艾米的尼克却明白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等回到家后，他便开始质问艾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艾米要求他脱光身上的衣服，确保无窃听器，然后一起进浴室。在那里，艾米把经历全部告诉尼克，并威胁他必须听从他。既然电视上承诺过，就必须按那个标准行事，即便是演戏也要继续演下去。如果想反悔，就应好好考虑自己即将面临的后果。尼克听后也不知所措，现在他走投无路，唯一的选择是被妻子操控。此后，艾米再次将自己的完美形象推向热搜。接下来的他参与各种发布会，而尼克则彻底成为了艾米的陪衬。在此期间，尼克暗中邀请了邦尼和律师，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摆脱困境。律师听完后也不得不佩服艾米的手段，还建议尼克接受这位厉害的妻子，甚至还表示如今的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失业青年。各个公司都在抢着要你，酒吧也接连开了几家连锁分店。邦尼也表明自己帮不上忙，因为公众的舆论完全偏向了艾米，而且警方的案件也早已结案。尼克愣住了，一切的挣扎似乎都徒劳无功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艾米请来了那位曾诽谤尼克的主持人，他打算再次做一场直播，目的是让尼克不仅承认家暴，还要承认滥用信用卡等罪行，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。尼克不服气地进入房间，告诉妻子自己绝不会参加。艾米没有回答，只是指了指一旁的盒子，盒子里竟是一支验孕棒。显然艾米已怀孕，愤怒的尼克辩解自己未曾触碰她，肚子里也肯定不是自己的孩子。艾米提醒他不要忘了他们的婚检，那里保存着他的冷冻小蝌蚪。此刻的尼克直接呆住了，决定立刻离开这个家。艾米却不慌不忙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可以走，但你的孩子将会永远恨你。”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尼克，妻子竟在嘲讽他的童年。艾米平静地警告尼克：“你这一生都无法摆脱我，而我也将永远掌控你。”没一会，艾米带着尼克开始了直播，观众们看到的是，他们比之前看起来更加恩爱。